聚焦全世界，带您探索这个世界。欢迎收看《融化中的冰冻星球》，聚焦北极。我是舒梦兰。我们的地球是在一场宇宙大爆炸后，约46亿年前所诞生。在这段漫长的岁月当中，地球曾经历过5次生物大灭绝。最近的一次是6500万年前，统治地球的恐龙一夕之间全数消失。今年7月，美国知名的 Stanford、Princeton 和 Berkeley 3所大学的科学家共同发表了令人震惊的研究。我们的地球正进入第6次的大灭绝，因为生物绝种的速度比以前快了114倍，75%的动物将在3个人类世代之后灭绝，包括老虎和大象。在生态连锁效应之下，最后人类也会绝种。而导致新一轮大灭绝的原因就是气候变迁。在地球的最北端，正清楚地记录这个惊人的变化。为了找寻真相，我们飞越大半个地球，来到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这里是地球最北的岛屿，面积是台湾的1.7倍，居民只有2000多人，但却有5000只北极熊，被称为是北极熊的故乡。1万年来都被冰雪所覆盖，但如今面临空前巨变。6月，对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来说是炎热的夏天，但在斯瓦尔巴群岛却依旧是一片酷寒。凌晨1点，飞机降落在空荡的机场。行李转盘上，硕大的动物标本正宣告，我们已经踏上北极熊的故乡。斯瓦尔巴群岛从北纬74度延伸到81度，是地球上最北的岛屿。夏天最高温只有-7度，冬天会降到-40度。岛上60%以上的土地都被冰河和雪原所覆盖。斯瓦尔巴字面意思就是寒冷海岸的岛屿。首府朗伊尔城是地球最北端的城市，距离北极点只有1100公里，主要街道不到300公尺，居民只有2000人。一年之中，长达100多天都见不到太阳。6月的此刻是日不落的永昼期。知名的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1926年就是从这里启程，坐着飞行船抵达北极点。和阿蒙森路线不同，我们的北极探险将从海上开始。
right now? Right now is 80 degree and 8 minutes north. “雄伟冰川伫立在眼前，纯净的北冰洋如同一面无瑕的明镜。地球最北端的世界是亿万年建构的冰雪王国。终年冰冻的神秘极地，19世纪之前，人类都难以一探它的真名。极北气象变幻莫测，流云瞬间迅速变换，远方雪山云雾缭绕，旷远宁静，仿若仙境。冰川世界冷峻深沉，神圣不可侵犯，美得动人心魄。北极是地球上最寒冷、最极端的地带，低温会到达摄氏零下70度，也只有最顽强的生命能够在此存活。极北的夏天，太阳不再西沉，终日照耀着这片大地。煦暖的阳光，富饶的海洋，都为北极动物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度过漫长的漆黑冬夜，沉寂大半年的北冰洋，现在恢复了勃勃生气。海象是北极独有的动物，长牙加上体型巨大，就像是海里的大象。有些公海象甚至可以长到4公尺长，重达2000公斤。在岸边摇摇晃晃的移动，看起来有点笨拙。但一下到水里，却是灵活自如。把握短暂的北极夏日，所有生命抓紧时间喂饱自己，更要赶在太阳离开之前交配繁殖。数百公尺长的壮阔悬崖伫立在冰洋上。当我们的小船一靠近，才发现，不光是天空，陡峭的石壁平台上头，竟然全站满了鸟。我们现在来到北极最大的鸟类繁殖地。每年夏天，当北极稍微温暖的时候，就会有6万对的北极鸟，也就是相当于12万只的成鸟，来到这个悬崖边繁育它们的下一代。Why they nest here? This area opens from the sea ice earlier in the season than some other places. They need the cliff face because, as you can see, the cliff face is free of snow and it's close to a food source. Susan Eddy， 我们的北极领航员，也是知名的极地探险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专攻环境保育和濒危生态研究，在南北极航行探险已经超过150趟。Susan 告诉我们，这种黑白相间的北极厚嘴海鸭和南极的阿德利企鹅外形很相似，也擅长游泳。每年春天，它们就会从大西洋飞到北极，在浮冰世界中像火箭一样迅速地捕捉鱼虾，被称为是北极的企鹅。
北极燕鸥更是飞越了19000公里，从南极飞到北极，繁育后代。北极鸟类高达120多种，北半球有1/6的鸟都在这里繁衍后代。北极是寒带动物的天堂，这自然也包括在食物链最顶端的掠食者。You can see the footprints of the polar bear which has come through here. They look fairly fresh. I don't know whether it was today or yesterday. This is a big one. You can see by this, the. It's a big. How big do you think it is? Difficult to say because with the snow it spreads out a bit, but it looks like it's either a very large female or a big male bear, I would say. Big male. Yeah. 雪白大地上留下一排清晰的大脚印，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人的脚印这样，然后熊的脚印大概是我们的3、4倍，甚至5倍大。如果用手比较，就会更惊讶于北极之王身躯的巨大。但这样的庞然大物，其实曾经历灭绝危机。这间小木屋是北极的猎熊小屋，在1927年由猎人所建造。当时各国疯狂地猎杀北极熊，使得整个斯瓦巴群岛熊的数量只剩下300头，濒临绝种。直到1970年，挪威政府将斯瓦巴群岛列为保护区，北极熊的数量才回升到3000头。159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发现了斯瓦尔巴群岛，也从此开启了人类在北极的捕猎史。这片裸露的岩石块就是北极圈的鲸鱼坟场。在1612到1800年间，当时的捕鲸业非常的盛行。那时候的渔夫，他们把鲸鱼处理完之后，就会把鱼骨葬在这。欧洲列强在北冰洋大开杀戒，光是荷兰人就猎杀了高达6万头鲸鱼。攫取资源的同时，人类对北极的征服感更加热切。极北冰洋雪山出现了现代设备，人类房舍。New Ellison 是全地球最北的一个城镇，它的纬度是北纬78.56度。当时在1910年代，为了开采煤矿而成立，而到了1970年代全面禁止之后，现在成为北极科学研究站。全球最北小镇，固定居民只有35人，但在夏天永昼期，有来自世界各国多达150名科学家进驻研究。New Ellison 目前有包括美、德、挪威、中国共10个国家设立11个永久科学站。So today we have people from Germany, Norway, and Italy. 我们到访的 Kings Bay 海洋实验室是国际共同成立，主要负责研究北冰洋和全球气候变化。What is this? This is where we get water from the fjord. This is where we treat the water, so we want to filter it, and then we send the water downstairs to the laboratories. So the water we have here, we can change the temperature if we want to recreate like a climate change or a warm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about 4 degrees. 4 degrees. That's the water, yeah. Wow, so cold. 而这一间狭窄的研究室，则放满北极海底昆虫。科学家要研究北极生物的基因是如何迅速调整永昼和永夜的生理机制。